夜還沒有亮，一望無際的荒原上立着一棵巨大的菩提樹，黑得像一道剪影。樹下有一點極小的微光，靜靜地亮着。就在今夜，天底下所有的魔都要朝這一點光撲過來。他瘦得只剩一層皮，包着一把骨頭。可6年前，他還是一位锦衣玉食的王子，名叫悉達多。今天这個故事要說的就是這一夜，他如何不動一根手指降服了千軍萬馬。各位善友，我是靜山，今天想與你分享一則佛陀成道的故事。故事要從2500年前古印度的一座苦行林說起。林子裡聚着許多修行的人，有人單腳站立，有人高舉手臂，有人睡在荊棘之上，個個用盡了法子折磨自己的身體。悉達多在這林中苦行了整整6年。這一天，他低下頭，伸出枯瘦的手，撫過自己凹陷見骨的腹部，心裡忽然明白，再這樣下去，身體會先壞掉，而道依然遙遙無期。恍惚之間，他想起了小時候，那一年春耕，他獨自坐在鹽福樹下，不求什麼，也不逼什麼，心卻自然而然靜了下來，清涼而且歡喜。原來路也許不在折磨裡。想通了這一層，他扶着身旁的一棵枯樹，一寸一寸艱難地撐起了身子。6年的苦行，說放下就放下了。他邁開腳步，朝着遠處的尼連長河慢慢地走了過去。一直陪着他苦修的5位同伴，看見他竟然肯接受飲食，都搖起了頭。這個人退轉了，墮落了。他們失望地轉過身，頭也不回地走了。黃昏的荒原上，只剩下他一個人的影子。尼連長河靜靜地從荒原上流過，河水清澈，映着初升的晨光，一閃一閃。悉達多拖着虛弱的身子，一步一步走向水邊，他要把6年的塵垢都交給這一条河。他走進河裡，澄淨的河水漫過了腰際，他捧起水，從頭頂緩緩地淋下。6年的灰土、疲憊與倦意，彷彿都隨着水流一點一點被帶走了。身與心前所未有的輕。可是他實在太虛弱了，洗完之後，竟連爬上河岸的力氣都沒有了。他伸出手，緊緊抓住一根垂到水面的樹枝，咬着牙，一點一點，終於把自己拉上了岸。就在這時，村子裡一位牧牛的姑娘，名叫蘇耶達，提着一缽剛熬好的乳糜，沿着河岸一路尋了過來。她聽說林間住着一位聖者，他的腳步又輕又虔誠。她在大樹底下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悉達多，他雙膝跪地，把那一缽還溫熱的乳糜高高舉過頭頂，恭恭敬敬地奉了上去。晨光斜斜照落，像一道金色的橋架在2人之間。悉達多接過乳糜，一口一口慢慢地吃了，枯槁的身體竟一點一點重新有了血色與氣力。他由此悟出了一個道理：弦繃得太緊會斷，太鬆又彈不出聲，這就是中道。用過時，他在河畔靜靜休養，目光重新變得明亮而堅定。他望向河的對岸，那裡有一片高地，一棵大樹隱隱地在召喚着他。他知道最後的一段路就要開始了。路上，一個割草的童子迎面走來，他懷裡抱着一束剛割下的吉祥草，又軟又潔淨。童子望着眼前這位清癯的修行人，心裡一動，便雙手捧起草，恭恭敬敬地送給了他。悉達多抱着草來到了那棵大樹底下，抬起頭來，只見枝幹雄偉，樹冠繁茂如蓋，心形的葉子層層疊疊，金色的陽光從葉隙間灑落下來。他知道就是這裡了。他在大樹的東側俯下身去，把那一束吉祥草一根一根仔細地鋪開，鋪成了一個柔軟的座位。後世的人給這個座位起了一個無比莊嚴的名字——金剛座。他面向東方，在草座上盤起雙腿，雙手疊放在膝上，脊背挺直，端端正正地坐了下來。那身影安穩得像一座山，任憑晚風吹動樹葉，他一絲一毫都不再搖晃。然後
他在心裡立下了一個重的不能再重的誓願：我今若不正的無上正覺，寧可讓此身血肉枯乾，遂在這裡終不起此作。天地之間，旁佛都聽見了。天色漸漸地暗了下來，悉達多的心卻越來越亮，澄明得像一面剛剛擦淨的鏡子。禪定健身，他的周身浮起了一層淡淡的金光，在沉沉的暮色裡安安靜靜地發着光。可就在這時，遙遠的欲界之巔，魔王的宮殿竟無緣無故地震動了起來，梁柱龜裂，塵土簌簌地落。那一座宮殿知道，有一個人就要從他主人的手裡掙脫出去了。魔王波旬從寶座上猛然驚起，他統治着世人的貪戀與恐懼，人有多放不下，他的權柄就有多大。可這一刻，他分明感覺到，樹下那人一旦覺悟，他的天下就要裂開了。妒恨與恐懼燒紅了魔王的眼睛，他一聲令下，無數面目猙獰的魔兵從黑雲深處湧了出來，瘦手的、多臂的，持着長矛、彎刀與戰斧，列成一眼望不到邊的軍陣。魔軍像一片黑色的潮水，鋪天蓋地朝着那棵菩提樹壓了過去。剎那之間，天地都變了顏色，可樹下那一點金光卻安安靜靜，巋然不動，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。魔兵們衝到樹前，把刀槍劍戟齊齊指向那個閉目的身影，張口咆哮，聲震四野。可是奇怪，所有的兵刃到了那一圈金色的光暈之外，就再也遞不進去半分。魔王下令放箭，剎那間萬箭齊發，黑壓壓地射向樹下。可那些箭一碰到金光的邊緣，竟紛紛化作了粉白淡金的花瓣，打着旋兒，輕輕柔柔地落了滿地。魔王又施起法術，攪動天地，狂風拔起大樹，暴雨傾盆而下，雷電撕裂夜空，燒紅的石頭像流星一樣砸落。可是金色光照之內，連他的一片衣角都沒有動一下。魔王惱了，索性畫出滔天的黑暗，濃得像化不開的墨，要把那一點光整個吞沒下去。可是越黑，那光反而越亮。黑暗能吞掉一切，卻偏偏吞不掉一顆醒住的心。硬得不行，魔王只好親自上前。他按着長劍，居高臨下，站在了悉達多的面前。千軍萬馬做不到的事，他要用言語來做，要動搖一顆心，有的時候並不需要刀。他放軟了聲音說：回去吧，太子，王冠、珍寶、宮殿、萬民的朝拜，全都可以是你的，何必坐在這裡受苦呢？幻象流光溢彩，懸在半空。悉達多連眼皮都沒有抬一下。威逼不動，力誘不成，魔王便派出了3位絕色的魔女。她們從暗紅的煙霧裡盈盈走出，紗衣飄逸，珠環輕響，要用這世間最纏綿、最柔軟的東西去亂他的道心。3位魔女環着樹下的身影翩翩起舞，長袖舒捲，飄帶在夜色裡畫出柔美的弧線，巧笑嫣然，千嬌百媚。可悉達多閉着眼，心如止水，那一圈金光沒有起一絲漣漪。他只是靜靜地關照，再美的容顏也敵不過無常。金光映照之下，3位魔女忽然看見了自己100年後的模樣，身形佝僂，髮如霜雪。她們羞慚滿面，掩着臉退了回去。魔王惱羞成怒，指着悉達多厲聲逼問：你憑什麼坐在這個座位上？你說你累劫修了無量的功德，誰看見了？誰能為你作證？那一刻，連夜風都屏住了呼吸。悉達多沒有辯一句話，他只是緩緩地垂下右手，用指尖輕輕地碰了一下身下的大地，意思是說，我生生世世所做的一切，這一片大地全部都看見了。剎那之間，大地轟然震動，監牢地神從地裡湧身而出，雙手合十，朗聲作證：此人累劫修行，捨身不施，功德真實，不虛不假。這金剛座唯有他才做的。話音落處，大地6種震動，一圈又一圈金色的光波從菩提座底下朝着4面8方滾湧而去，烏雲被撕開了，魔軍的陣腳被光波掀得人仰馬翻，東倒西歪。
魔兵們再也撐不住了，刀矛哐啷啷的落了一地，站起倒的倒，断的断，无数黑影抱着头，哭喊着四散奔逃，退进了遠方的黑霧裡。一場滔天的圍攻就這樣潰散了。众叛親離的魔王孤零零地站在浩瀚的金光之前，忽然顯得那麼渺小。他的氣焰熄了，肩背垮了下來，長劍拖在地上，一步一步黯然地退进了夜色的深處。魔众散盡，菩提樹下重新回到了一片澄澈的寧靜，滿地的花瓣靜靜地躺着，像一場大戰過後最溫柔的一靜。悉達多端坐在金光之中，呼吸綿長，禪定更深了。初夜時分，他的心靜到了極處，往昔的生生世世忽然像一條長河在眼前緩緩展開，乃一世為人，乃一世行善，乃一世跌倒，一幕一幕清清楚楚，這是宿命之至。到了中夜，他的天眼洞開，看見了普天之下的眾生，有人升上天界，有人墮入幽暗，隨着各自造下的業，在六道之中浮浮沉沉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没有一刻停歇。後夜，他逆着順着一層一層的關照，人為什麼會老死？因為有生。為什麼有生？就這樣追到了最底，根源只有2個字：無明。無明一破，整條鎖鏈應聲而斷。就在天將亮未亮之際，他抬起眼，望見東方的天邊懸着一顆皎潔的明星。就在那一剎那，豁然大悟。多年的尋找，累劫的修行，在這一眼裡全部亮了。這一夜，悉達多太子證得了無上正等正覺，成為了佛陀覺悟的人。浩瀚的金光從他周身湧出，照亮了菩提樹，照亮了荒原，一直照向3000大千世界。諸天歡喜，天樂齊鳴，曼陀羅花從空中如雨般飄落，粉白、淡金、淺紫紛紛揚揚，輕輕地附在佛陀的肩頭與大地上。天與地一同慶賀這一個等了無量劫的清晨。成道的金光照徹了整片大地，黑夜像退潮一樣從天邊一寸一寸退進，河面流金，遠山鍍上了光邊，草木蘇醒，萬物生輝。因為一個人的覺悟，整個世界都亮了。天光大亮，佛陀在菩提樹下安然端坐，雙手結印，慈悲莊嚴，如如不動。晨風吹過，滿樹的菩提葉沙沙作響，灑下滿身斑駁的金光，向天與地再向他輕輕頂禮。說到這裡，淨山想請你細想一層，那一夜的魔王真的在天上嗎？貪婪、恐懼、慾望、傲慢，哪一樣不在我們自己的心裡？所謂降魔，從頭到尾降的都是自己的心。成道之後，佛陀說了一句震動千古的話：大地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意思是，你我的心中本來就有那一點光，只是被塵埃蒙住了。一個人的覺悟，就像在漫漫長夜裡點亮了第一盞燈，一燈可以點亮千燈萬燈，燈燈相續，把長夜照成黎明。2500年来，這盞燈一路傳遞，傳到了今天你的面前。朝陽從菩提樹後冉冉升起，金光萬丈。佛陀睜開眼，即將起身，把這一條路講給天下人聽。故事的最後，淨山想輕輕問你，你心裡的那一場魔，今晚願不願意放他走呢？降魔那一夜，佛陀連一根手指都沒有抬起來，因為真正的魔從來不在天上，在人心裡，心一轉，魔就退了。我是淨山，下一個故事線。